夷陵老祖和韩光君结成道侣之后的第5年，蓝忘机带着魏无羡回云深不知处过年时，臂弯里多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团子。蓝启仁一看到这个长得7、8分像魏无羡的小东西，就气得胡子直翘。他们2个在外面也疯了，竟然连给孩子准备一套合适的蓝氏服装都顾不上。看看这个胡乱套的黑色大麻袋，看着就更像魏无羡了。成何体统，成何体统！魏婴这个臭小子拐走了忘机不说，竟然还试图玷污蓝家的品味。到时候他要如何同列祖列宗交代？一想到蓝氏里会出现扎推的悬疑小魏婴，蓝启仁脑壳疼得连晚饭都吃不下了。更不用提去思考，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被鼓捣出来的。正当蓝启仁准备训斥他辣眼睛的侄媳和已经被荼毒了的侄子时，蓝忘机怀里的小团子扭着小屁股挣扎着落到了地上，摇摇摆摆地朝着蓝启仁的方向走了2步，有模有样的举起2只藕节似的小胳膊横在胸前向他行礼。见过叔祖父。蓝启仁的记忆一下子被带回了蓝忘机小时候，小蓝站都站不稳，却坚持要向自己行礼问好的样子，和眼前这个小团子的形象重合了起来。他满腹的牢骚都化成了融雪，忍不住伸手捞起了这个为了行礼差点摔个倒栽葱的小侄孙，让他稳稳地落在自己怀里。蓝启仁认命般的自我安慰，这个孩子虽然长得像魏婴，但总归还是忘机教导出来的，差不了。魏无羡看着抱着小团子努力想要摆出和蔼可亲样子，却笑得格外龇牙咧嘴的蓝老头，无不得意地向蓝忘机抛了个媚眼。他就知道再厉害的老头子也抵挡不了可爱乖巧的小孙子。没见过叔父抱孩子的蓝忘机虽然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但叔父喜欢这个孩子也是好事，便安心地带着魏无羡去和兄长叙话了。自从有了小团子，魏无羡和蓝忘机留在云深的日子就多了起来。随着小团子一天天长大，魏无羡失落地发现，这个小团子的性格竟越来越像蓝家人。读书习字，行走坐卧均是一板一眼，活脱脱地就是照着蓝氏4000条家规长起来的。去后山打山鸡的提议又被亲娥子拒绝后，魏无羡哀嚎一声滚进了蓝忘机怀里。蓝湛，你说这个小东西为什么只是长得像我啊？亏我看到他长相的时候还激动了好久，以为总算有人可以继承我的衣钵了。无论我怎么拐他，他都不愿意，还问我知不知道云深不知处禁止杀生。哎呀，我可苦死了！怎么会有小朋友这么无趣？我陪你去。蓝湛，你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拿雅正集和佛经当睡前读物？那个臭小子竟然对夷陵老祖大杀四方的故事一点都不感兴趣，还叫我坐远一点，不要挡着他看书的烛光。为娘心里真的苦啊！这个孩子铁定是你教坏的，不是你也肯定是你们蓝家人。一个孩子怎么能只知道读书的呢？怪我。蓝忘机怀里躺着一个大宝贝，大宝贝一边发牢骚还一边解他的衣衫，是要从他那里讨回些便宜，以雪刚才被亲生仔仔嫌弃的前耻。蓝忘机中断了批改小辈们页列笔记的心思，索性将人提进内室，任由大宝贝在自己身上肆意妄为。得理不饶人的夷陵老祖要蓝家赔他一个肯打山鸡摘莲蓬的贴心棉袄，韩光俊自当是从善如流，勉力为之。本来魏无羡对自家小朋友照着雅正集成长是一点意见也没有的，毕竟看着小团子一点点抽条发芽的过程，就好比是参与了一次蓝忘机的成长，像蓝忘机的小家伙自然是什么都好，因此也乐得配合小团子对遵守家规矫枉过正的执着。什么不可极刑，不可大声喧哗，不可无端审笑，他都乖乖照做了。蓝忘机都没完成的使命，小团子做到了。蓝启仁捋着胡子看追着自家阿爹要求端正衣冠再出门的小团子，越发欣慰。后继有人，后继有人了呀！蓝思追和蓝景怡头一次看到威风凛凛的魏前辈因为夜半带酒翻墙，被自家小团子带到，被要求抄家规的时候，差点惊得下巴都掉下来。魏无羡一边假装嚎啕大哭，一边耍赖地央求蓝忘机免了他的抄写，只可惜使出的18般武艺都被铁面无私的父子2人给拒绝了。
不过，等在藏书阁磨蹭了一天才写了3行字的老祖回到静室的时候，发现桌上已经有2份抄好的家规，一份是蓝忘机冒充他的字迹，另一份是小团子还没有完全掌握老祖字体精髓的模仿，是晚饭后别扭的小家伙偷摸着送来的。激动的魏无羡先是向蓝忘机送上了一摞感恩的吻，又兴冲冲地跑去小团子的房间，捞起正在练琴的蛾子一顿搓揉。这种古板又温柔的性格果然是随了蓝忘机。小团子的耳朵在他阿爹对着他轻轻抱抱举高高的动作中渐渐红得发亮。魏无羡让小团子坐在自己肩头，雀跃地扛着他一路蹦跶回了静室，无不得意地向蓝忘机显摆道：我就说我们家小团子还是很爱他阿爹的，一点都舍不得我吃苦。蓝忘机看着老怀甚慰的魏无羡和略有害羞的小团子也很是高兴。小团子端坐在老祖肩头，任由魏无羡带着他在屋里转圈圈，忽上忽下的视线所及之处还有2坛没藏好的天子笑。算了，这是在房里。小团子被自家阿爹抛得晕乎乎时想到。等到就寝时辰到，小团子被送出门时，他朝着屋里猛吸了2口气，终于明白了从进屋起一直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他板着一张小脸问魏无羡：阿爹，你今天是不是又从彩衣镇上偷带饭食进来了？云深不知处不可私带。魏无羡昏昏欲睡的听蛾子念了半天的经，好不容易等小团子消停了被送回去后，他一把揪住了蓝忘机的衣襟，哭丧着脸恳求道：蓝湛，我不行了，你带我出门吧。蓝启仁再一次见到他被拐走的侄子是在3年后，这次蓝忘机除了把他一点也不想看见的侄媳带回来了之外，手里还牵了一个同蓝忘机小时候长得如出一辙的女娃娃。当粉雕玉琢的小闺女眨巴着同蓝忘机一样的琉璃色眸子朝他笑的时候，蓝启仁觉得魏婴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当过了几天，云深不知处众人看到蓝启仁笑容满面抱着小宝贝给他喂枇杷时，差点都以为蓝老先生被人夺舍了。蓝启仁还颇是为难地推掉了2场清谈会，理由是手上这个宝贝太小了，还不能和他一起出游。精明睿智了一生的蓝老先生看起来同热衷于含饴弄孙的乡野老头没什么两样。没有办法呀，谁让我们宝贝最喜欢叔祖父了呢？小宝贝奶声奶气地应了一声，又朝下一颗枇杷投去垂涎欲滴的目光。路过听到这句感慨的泽无君一脸困惑，这个小宝贝之前不是抱着他的大腿说最喜欢伯父了吗？是谁说因为伯父最好看所以最喜欢伯父的？蓝曦臣看向一旁的弟弟，只见蓝忘机脸上写满了我也被骗了好多次。这个孩子其实只是长得像忘机吧。大人们忙起来的时候，小宝贝就会乖乖地迈着小短腿去找小朋友们玩，不出几日就把云深不知处的小辈们认全了。今天上树，明天下水，不滚的全身是泥绝不回来。今天撺掇丝追哥哥给他带彩衣镇上的食物，明天怂恿锦衣哥哥带他去后山捉鸡，就连偶尔路过云深的精灵金宗主也未曾幸免。小宝贝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和仙子抱在一起在小山丘上滚了好几个来回，实在找不到人陪的时候就一头扎进兔子堆里，试图将多吃了一根胡萝卜的兔子五花大绑进行问罪。看到状若疯癫的亲妹妹，已经长大了的小正经抱着一摞书路过的时候，总会毫不留情地发出嘲讽：无聊、轻狂、不学无术、不守规矩。连魏无羡看着发髻散了大半，把墨额捆在腰间，脸上跟只小花猫似的小女娥都不由反思：我小时候真的这么皮吗？难得来云深参加清谈会的江澄给小宝贝擦着脸上的泥点子，头也不抬地回答道：你比他皮多了。对着小宝贝就又是一副和善模样。来，擦干净，等下舅舅带你去看新出生的小奶狗。好。小宝贝的情绪一下子就高涨起来，朝着江澄脸上就是吧唧一口。被甜到的江澄晕乎乎的想，这个孩子长得像兰儿又有什么关系？毕竟他最喜欢舅舅了呀，连阿玲都没有说过最喜欢舅舅啊。小女娥一天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能安静下来，不管之前皮成什么样子，只要一到兰家就寝的时间，
这只小皮猴就会睡眼朦胧、哈欠连天地开始找父亲，然后缩在蓝忘机的怀里睡去。魏无羡看着小宝贝揪着蓝忘机的袖子不肯放手的样子，很是介意。有时候有些事情就算是亲生的也不行，对吧？好不容易等小宝贝睡着了，魏无羡伸出不安分的爪子朝着蓝忘机探去，刚点上火，就听到净室外有动向。气急败坏的老祖正准备撸起袖子教训一下哪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就看到他家已经长高了许多的小正经进来了。我也要一起睡。抱着枕头的小正经无视亲爹脸上快要憋出内伤的神情，迅雷不及掩耳地爬上床挤进被窝，还自以为不动声色地把妹妹踹远了一点。看着占掉他床位的2个小兔崽子，夷陵老祖愤然地决定明天就和寒光君出门去夜猎。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请点击订阅频道，欢迎在视频下留言，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感谢您。